咩咩，我刚把嫩草倒进食槽中，幽暗的深处缓缓走出一头老羊，因为年岁大了，它身上的毛杂乱不堪，头顶的羊角像树根一样起皮。它把头埋进食槽里咀嚼，突然，它缓缓抬起头，用前蹄子扒拉着草。我顺着它的蹄子看了过去，一颗石子卡在食槽凹陷处。我爹今天去帮工了，家里就剩我一个人。羊圈门的钥匙在他手里，所以我只能压在围墙边，伸胳膊去掏，石子卡得很严。老羊湿润的嘴巴贴近我的胳膊，吐出温热的气。它开始有意无意地蹭我的手，我刚摸到了石子，下一刻手掌侧面就传来一阵尖锐刺痛。我一惊，下意识用另一只手用力打了过去。老羊被我揍得晃了晃脑袋，我抽回手，看到那里有一道不浅的口子，嫣红的血珠一下渗了出来。要是我反应再慢一点，只怕我半个右手都没了。我气愤地站直身子，看向躲在羊圈深处的老羊，却愣住了。墙角掉落了许多石子，而我手里拿着的正是其中一颗，对上那双棕黄色的树瞳，一股寒意涌上我的心头。难道这颗石子是老羊放在食槽里的？他想引诱我进去。刚才咬我也不是应激反应，是他真的想要咬掉我的手。我又惊又惧，顺手抄起一根铁棍要收拾他一顿。吱呀，门被推开，是爸爸回来了。老羊发出凄厉的声音，听起来竟然还有一丝委屈。看着老羊窝在角落瘸着腿瑟瑟发抖，而我拿着棍子一脸凶神恶煞，爸爸有些吃惊。小天，你打他干啥？爸爸快速打开羊圈门，心疼地揉搓着老羊瘸了的那条腿。你咋这么心狠啊？趁我不在家打他，他这么大岁数了，打坏了咋整？他咬我手。你要是不打他，他能咬你吗？爸爸牵着那只老羊就往屋里走。进门前，我看到老羊缓缓回过头，似乎还咧开了嘴笑了，牙齿上还沾着我的血。我只感觉头皮一阵发麻。爸爸把老羊安置在后屋，还把一床被子铺在地上给老羊睡，看得我心里直发酸。爸，你这是干啥？哪有人让羊在屋里睡啊？你咋这么没良心？要不是你杨叔，你早让那只野狗叼走了。2天前，爸爸帮邻居收苞米，放羊的活就落到了我手上。我领着羊走到偏僻小径时，一条瘦骨嶙峋的大野狗从树林中窜了出来，盯着我露出了獠牙，发出震慑的呜咽声。我吓得腿软，站着不敢动弹，是身后的老羊踢踏着羊蹄挡在我面前。好在有农夫路过，拿着锄头吓跑了野狗。这山头的野狗是8分吃人肉的，时不时还有老人孩子被咬的传闻。我看着我爹摸着老羊稀疏的头顶，总有一丝不好的感觉。他装的，他根本就没烧。老羊咩咩叫了2声，身着装瘸的蹄子在我爹面前晃悠。他可救了你的命，有没有伤？让他在屋里睡咋了？老羊在他身后直勾勾地盯着我，下巴上的毛湿润，他流出了口水。我感觉后背的汗毛根根竖起，连头皮都要炸开。不要，我才不要让他在屋里睡，他要吃我。瞎说啥呢？谁家的羊会吃人？我见他不信我，转身跑出房，悲从心来的躺在床上默默流泪。他到底是心疼我的，跟了进来，站在我床边。羊是杂食性动物，只要吃草吃饱了，就不会去想别的东西吃。我看村长家的羊吃了鸡就被杀了吃肉了，那是沾了荤腥了。羊好奇心很重，一旦尝到了血肉腥的那股味，就会去想别的肉是不是一样好吃。我把右手举起来给我爹看，这样不算沾了肉腥吗？我爹检查我还在渗血的伤口，表情有些不可置信。真是你杨叔咬的？我希冀地看着他，希望他能公平一点。但是我爹拧着眉头，脸上一片菜色。老话是这么说，不一定准。先睡觉吧。我失望地看了他一眼，心里一阵阵发寒。灯关了，屋内幽暗漆黑。我缩在被窝里，连眼睛都不敢闭。我听爸爸说过，老杨是跟爸爸一起长大的，爸爸小时候被抛弃了，连饭都没得吃。7岁的一个冬天，是羊给他叼果子暖身子才活下来的，他们感情很好。在我8岁那年，因为他们的感情太好，我妈觉得我爹不靠谱，
终于受不了离婚改嫁了。我心里泛起苦涩，在床上躺了半天，毫无睡意。钟表滴答滴答地走着针，门外突然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响起，伴随着哒哒的脚步声，粗重的喘息落在门后。我死死地盯着门口，不安的情绪像虫子般从脊椎骨爬到头顶。咔嗒，门把手向下动了，一道黑影站在门口，浓重的膻气瞬间弥漫整个房间。是那只老羊，它保持着站立的姿势，向屋里直立行走了几步。我闭上眼睛装睡，大气都不敢喘。我能感觉到老杨正用那双诡异的树瞳紧盯着我。我强忍着不要尖叫出声。一股腐臭味钻进了鼻腔，湿热的气喷在我的头顶。接着我的头皮一紧，咔嚓，他在咀嚼我的头发。我再也忍不住，尖叫着抓起起夜的手电就砸了过去。我爹听见动静冲了过来，打开了灯，只见老杨瘫在地上抽搐着，眼窝子都肿了起来。他要吃我，他绞我头发就是想试探我能不能吃。你把他打得连草都没吃完，他这回肯定是饿了。他只是看错了，把你头发看成草了。神神叨叨的，你是让啥迷住了？我气得大哭，不管不顾地朝着门外跑了出去。家里的声响吵醒了邻居，几个邻居大叔跑了过来。这是发生啥事儿了？羊想吃我！我刚说完，他们的脸色都变了变。去叫村长。村长匆匆忙忙地走了过来。我爹刚想张嘴，村长瞥了他一眼。小天，你说。羊想吃我！村长看向慌乱的爸爸，爸爸挡在门前连连解释。孩子前2天不是放羊去了吗？可能是让那野狗吓着了，他杨叔还救他了呢。一提这事儿，我哭得更大声了。我也是刚才看到他站起来，才反应过来哪里不对劲的。遇见野狗那天，我无意间回头看到，他是直立起来跟着我走的。要不是突然出现的野狗，我早被他吃了。我抽噎着跟村长说完前因后果，我爹声线立刻拔高了好几个度。你这孩子咋撒谎呢？大家伙都进去，把那头羊抓出来，站立的羊留不得。我爹高大的身躯挡在门前，怎么也不肯让步。他情绪越发激动，太阳穴的血管绷起，眼底都是红血丝。想抓他，那就先从我身上踩过去。老何呀，你不是不知道咱们村里祖辈的规矩，羊站立是要吃人啊，留不得的。爸爸死死站着，不愿让步。你跟这头羊的情谊，大家都看在眼里。但是你想没想过，羊不能沾荤腥？我看小天的手伤了，是那头羊咬的吧？你还把它放在屋里，你是真不怕自己闺女让这畜生吃了呀？村长说完，我爹也不吭声。一个大叔凑近村长，悄声说：村长，咋办？羊肯定留不得了，这次咬人是试探的，下次就敢吃人了。我有个主意，大家一会儿到我家再细说。村长拍了拍我的肩。小天，这几天在村长家跟婶子住好不好啊？我有些不放心，爸爸和老杨单独在一块，村长看出了我的担忧。老何啊，把家伙收起来吧，大伙不难为你了，但是为了安全着想，羊不能放屋里。我爹脸色一松。行，只要不抓他咋都行。我爹似乎是为了证明，他把那只老羊牵了出来，在众人的注视下，老羊被重新关在羊圈里。他大概是知道人们在说些什么，低垂着眼睛不敢直视我们。大伙都坐在村长家的客厅，讨论着该怎么处理老羊。我说他家羊咋能活那么久呢？原来是成了精。这地方靠山，动物都不能养过10年，10年之后必成邪祟。在孩子面前别瞎说，这畜生沾了肉腥，是嘴馋想吃人。你这话讲得更吓人。依我看啊，这羊就该杀了，留着迟早是个祸患。杀了之后羊肉给我呗。我家不养羊，不兴吃羊肉，但是我媳妇要生了，我寻思不补吗？我点头附和着，咋分都行。他可坏着呢。我把白天发生的事又讲了一遍，包括老杨装瘸陷害我的事儿。我越往下讲，大人们的脸色越是惨白，直到我说到老杨绞我的头发，邻居常永叔哆嗦着面皮起身就要走。我媳妇还在家等我呢，我先回去了。村长也没送他出门，而是非常严肃地看着我。小天，你说的是真的？那畜生像人一样，
我没有半分迟疑，拼命点头。村长的脸色更凝重了。明天我安排下，让人找老何出门上工，我们进去把那羊宰了。大家互相看看，纷纷点头。哎，常勇没走啊，站窗前干啥呢？村长媳妇揉揉眼，下一刻却满面惊恐，失声尖叫。我顺着他目光看过去，窗户外是那只站立的老羊，它嘴巴张着，诡异的瞳孔里蕴藏着滔天般的恨意和狠毒。大伙抄起家伙就往外赶，老杨见势不对，飞快地窜进夜色，不见踪影。惊魂未定的村长媳妇把我带到客房睡觉，我小心地锁上门，又仔细检查了一下窗户。我躺在床上毫无睡意，一股莫名的寒意在背后升起，仿佛老杨此刻就在我身后，朝我喷出凉凉的鼻息。不知道过了多久，隔壁的客厅传来细细的谈话声。爹，最近这村里真不太平，几天前那个坤麻子死得蹊跷，今天又是小天家，这羊想吃人。听见坤麻子，我的心里没来由的一紧。坤麻子原名叫柴坤坤，手脚不干净还好色，没少干翻村里几个寡妇墙头的事，是村里人见人嫌的混混。前阵子对我纠缠不休，被我爹撞见，收拾了他一顿。他不服气，到处散播谣言，说我勾引他。可是几天前，不知怎么半夜掉村头井里淹死了。你别瞎想，那畜生8成是喝多了栽井里头了，死了也算是好事。爹，你说这羊为啥不咬别人，就盯上小天不放了？哎，我们村三面环山，以前的老人就常说，这里常年被羊，阴气重，这些动物年岁一大就容易招邪祟。你怕是不知道小天他娘为啥走吧？寒冬腊月的，那头畜生趁没人偷摸进里屋去了，想吃床上睡觉的小天。如果不是小天他娘刚好撞见，只怕不死，脸上也要去掉一大块肉。小天他娘要老何宰羊，老何死活不肯，小天他娘气不过，当晚就收拾东西走了。哎，这羊起了吃人的心思，它就不再是只简单的羊了。老何舍不得，念着当年这羊的救命之恩，修个羊圈把老羊关起来。老羊想吃人没得逞，又被关起来，这不就恨上小天了？他执念这么深，又会模仿人的行为，咱们再不能把它当作普通的羊对待。这次老何说啥我都不能心软了，这羊必须死。我只感觉背后完全被冷汗浸湿，没想到原来老杨这么多年一直惦记着吃我的肉。我闭上眼，眼前都是老杨诡异狰狞的脸，直到鸡鸣，门外才响起男人们的说话声。那畜生跑得真快，我们几个追到山上找了一宿都没找着，怕不是躲崖壁上去了。得用枪，我去镇上找猎户。常永叔沉着脸走了进来。我去吧，那该死的畜生扒我家窗户，如果不是我撞见，非进屋咬人不可。麻烦大家护一下我媳妇。对不起，常永叔。我脸上毫无血色，恐惧和愧疚交织在一起。小天，不怪你，是叔嘴馋，早些日子念叨了几句，谁能想到老杨这么记仇。我们村偏僻，和镇子隔了16公里，中间很长一段山路。常勇啊，如果闻到腥膻气，千万别回头，赶紧向前跑，有树就窜树上去。常永叔应了几句就走，也不知道听没听进去。没多久，我爹也找上了门。我家羊呢？咋不见了？你们把它弄哪了？你还有脸问？你那羊已经成精了，想吃人。村长把昨晚的事情讲了一遍，我爹神情有些呆滞。不可能！我家羊最老实了，一定是你们馋羊肉，找借口要吃它。村长也不理他。小天，你愿不愿意帮村长爷爷抓那头羊？我愿意。他聪明的像人，在山路和峭壁上又如履平地，看见人们大张旗鼓的在山里要抓他，肯定不会贸然露头。但是老杨对我有很大的执念，要是我做诱饵，把他给引出来就好办了。小天，相信爹一次，这羊可是爹的命，不能杀。你跟着这些外人不要爹了吗？我对爸爸最后的一丝怜悯也消失了，心底被愤怒塞满。老杨的命就是命，我的命不是命吗？我径直走到村长身边。小天，你不能当没良心的白眼狼啊！那羊可救过你，你就信爹一回，这羊真的不能杀呀！何家小子，
那畜生是你爹啊，自己亲娃都不管，管你那洋爹！我爹阴沉着脸，半晌不出声，只是面无表情地离开了。我心底隐隐有些不安，却说不上为什么。村长拿出一块猪肉，在上面抹了混了老鼠药的猪血，腥气扑鼻。小天，你拿着这块肉，味大，那羊缠肉闻到了肯定会过来，你等会装晕吸引它。我看着那块嫣红的血肉，郑重地点了点头。我抱着那块滑腻腥臭的猪肉躺在山路边，大人们都埋伏在附近。天逐渐阴沉，林子深处黑暗无比，一股浓重的膻气夹杂着莫名的铁锈味儿从幽深的树林里飘溢出来。救命！救命！空气中突然传来常永书的声音，下一秒，一个踉跄蹒跚的长影子走出了树林，是直立行走的老杨。他嘴里叼着不省人事的常永书。救命！他松着嘴，舌头乱动着，那句诡异的救命居然是从他的喉咙里传出来的。村长，这羊真的成精了，常勇怕不是遭了这老杨的毒手，才被老杨学去了这句话。众人顿时脸色苍白，谁也不清楚这是不是常永书的遗言。老杨踢踏着蹄子，缓慢地朝我走了过来。我原以为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现在看着老杨一点点朝我走来，我却浑身颤抖的根本无法动弹。老杨脸上的表情突然一变，像是得逞什么的笑。他闻了闻我怀里的肉，却恍然地抬头看向我。小天，听见他叫我的名字，我的内心震惊得无以复加，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笼罩了整个的我。不好，大家快上，这羊识破了！众人举着铁耙和镰刀朝着老杨冲去。老杨不躲不闪，嘴角挂着一丝戏谑，仿佛此刻他才是猎手。爸爸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挡住众人。不要杀我的羊！老杨不会害。离得近的村民直接一铁锹把他拍晕了。老杨仿佛才回过神般，转身一头扎进了林子里消失了。这一切不过几秒，村长的脸色凝重地看着林子。糟了，这畜生已经成气候了。常永书的头上流着血，身上破了好几个口子，还在往外渗着血。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伤得不重。这羊吃过人。屋子里惊魂未定的所有人都被村长的这句话镇住了。羊是一种很邪乎的动物，据说年岁越大越通人性。可羊是杂食性动物，它们也会吃肉，而沾的荤腥多了，兽性藏不住了，就会招邪祟。刚开始他们会偷人养的鸡仔吃，习惯了肉味后，更会在半夜偷偷观察屋里熟睡的人，好奇人肉是什么味道。时机到了，他们就会站起来，像人一样直立行走。村长看着我，犹豫了一会。小天，你爸有没有提过小时候你妈出走那天的事？爸爸说妈妈跟他吵架后走了。我以为等妈妈哪天气消了会回来看我，没想到这些年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哪有一个母亲不会想念孩子？虽然是外乡媳妇，也不至于连捎人问个话都没有。结合老杨一系列的反常，我们心中都有了猜测。只是这个结果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残忍的真相。可是为什么这老杨隔了这么多年，才又对小天起了歹念呢？大家沉默着，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吃了点东西后，那几个村民继续去搜山。村长让我回房间睡觉。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脑袋里一直回想着白天的场景，总感觉哪里不对劲。想到老杨诡异的身影，哪怕裹在厚厚的被子里，我的背后也一片冰凉，脖颈后传来一阵阵凉意，仿佛此刻正有人在吹着凉气。我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在山路上，身后突然传来老杨的咩咩声。我想回头，身体却像被固定般，只能看着前方一步步朝前走。不知道走了多久，突然后脑勺的辫子被人用力一拉，我痛得呼出了声，身体解禁般瞬间松了下来。我猛回头，看到直立老杨死死咬住一个模糊的黑影，几口将它吞进了肚子里。我惊得叫出了声，景色一花，天也跟着一下就黑了。此刻我竟站在村口那口黑洞洞的老井前，近的能闻到井底那股特有的青苔味，哪怕再往前一步就会翻身掉进井里。我怎么会在这里？是做梦吗？痛？难道是梦游？怎么会？
我看着眼前直立的老杨，他嘴巴里仿佛在嚼着什么。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后脑勺，还好没有血，上面只有一些黏糊糊的液体。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找到了，那畜生在那里，快抓住他！是去山上抓羊的几个大叔。老杨看着想逃，却蹒跚几步，一头撞向了井口。他们冲过来，死死按住羊，棍棒重重地落在他身上，嫣红的血迹从他的鼻子里流出来。我的心底涌出一股强烈的违和感。他刚才是救了我，难道是为了亲口吃掉我？不对，一定有哪里错了。之前这么多年，老杨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如果说袭击常永书是阻止他去找猎人，那咬我是为什么？他对抹了血的肉不感兴趣，说明他并不馋肉。而且老杨这么聪明，他应该知道那种程度的啃咬不仅没可能吃掉我，还会暴露自己，根本没有意义。除非他是在提醒我，或者阻止什么事情发生。我看向身边的老井，一个可怕的念头出现在我的脑中。难道是坤麻子变成鬼了？差不多1周前，他就是淹死在这口井里。细想一下，老杨也是从那之后没多久开始变得反常。我的脑中灵光一闪，整个事件瞬间变得清晰起来。如果坤坤死后就缠上了我，那老杨突然的直立，可能不是为了吃我，狗吠的也不是老杨，都是在针对贴在我身后的鬼坤坤吧。刚才老杨咬我，我才醒过来，那之前老杨咬我手和头发，也许也都是在保护我。可是他的这一系列行为吓坏了我，才会被大家当成邪祟追捕。没有了老杨的这几晚，我感受到的那股冰冷的气息，是坤坤靠在我身后喷出的鬼气。老人常说，头七是鬼气最盛的时候，被坤坤鬼气慢慢侵蚀的我，刚才在他头七这天，差点着了他的道。我看向老井上的血迹，心中警铃大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刚才老杨撞井搞不好也是他搞的鬼。我突然想起，白天老杨面对追捕的人，也是突然失神，一副坐以待毙的样子，又中途清醒般逃走，给人一种强烈的违和感。如果老杨能暂时把他吞进肚子困住，而他反过来也能在某种程度的控制老杨，干扰老杨的行为，就说得通了。他希望老杨死，这样就没人能阻止他了。可这一切都只是我的猜测，我该怎么来验证？不管怎么样，老杨现在不能死。老杨被死死按住，有人高高举起镰刀瞄准羊头，想给他致命一击。等等，别杀他，这事不对，老杨是无辜的。我刚差点掉井里，是这老杨拉住我了。几人一愣，停下了手里的动作，他们将信将疑地看着我。他袭击了常勇，我们都看到了，就冲这个也必须打死他。小天，你可别跟你爹一样犯浑了，这羊成精了，就是个祸害。我犹豫着要不要说我可能撞鬼了，毕竟这羊都这样了，有鬼也不过分吧。村长在那里？是村长和常永书等人。常永书捂着头，脸色还有些苍白。小天，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可把你婶子急坏了。村长，我刚给鬼迷了，是坤麻子，他想让我投井，是老杨把我摇醒了。众人一怔，都有些脸色古怪地看向我。我看向常永书，常永书，你身上的伤是老杨弄的吗？常永书愣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我当时听见身后有动静，回头看到这样，心里一慌，跑崴了脚，滚下了坡，应该是磕了头。刚才我也检查了一下，身上的确实都是擦伤。现在想想，如果不是这老杨把我拖来，我怕是得为了山里那群野狗。见常永书这么说，按住老杨的几人都对视一眼，松了松手。老杨趴了下去，看起来已经不行了，只剩下一点出的气。我把自己想到的事情都说了一遍，尤其是最近几晚脖子后面有人吹冷气和刚才迷迷糊糊走到这里的经历。众人看着那口井，脸上都有一丝惧意。你的意思是，老杨咬你都是为了困住坤麻子的鬼魂，老杨招邪祟，现在坤麻子就在老杨身体里。我点了点头，却见爸爸不知道从哪里走了出来，他心疼地看了看老杨，又看了看老井，像是下定某种决心一样。坤麻子是被我害死的。那天晚上，我听见老杨叫，就起床看看，正撞上坤麻子那畜生骑在我家院墙上。我气不过，朝着镰刀追他，原本只是想吓吓他，
没想到他慌不择路掉井里了。救命！我本来想救他，但是一想到那畜生没少干那些混账事，又对小天馋得很，我担心小天迟早被他坏了名声，于是见四下没人，我在这里等到他没了动静才回屋。大家听完都沉默了。坤麻子在村里做的恶，大家都是有目共睹。换身处地，也许每个人都会做出一样的决定，只是这样显然已经触犯了法律，属于过失杀人的地步了。爸爸，等天亮，我会去镇上据理自首。只是这老杨真的是无辜的，他是在保护小天，跟他小时候那次一样。那次是我上完工走夜路回来，山路上捡了一个红包，打开一看是一小束头发和几张小钱，我吓得赶紧丢了。没想到还是给脏东西缠上了，回家头昏昏沉沉倒床就睡。梦里一个不认识的婆婆说我拿了钱，3天后来接我闺女回去做儿媳妇，我当然是不肯，一下就醒了。邪门的是，我记得那红包我丢了，没想到却在我的口袋里。我只当是捡了配阴婚红包，想太多，做了个怪梦。没想到3天后，老杨进了小天的屋。老杨聪明，知道小天他妈爱干净，嫌他腥臭，换平日里根本不敢进屋。不知道那晚老杨是看到了什么，避开人悄悄进了里屋，守着小天。镇上的算命的李敖鸟说，家畜能见鬼物，有些年岁大的通了人性，会主动进屋驱逐鬼祟。大家有些惊讶，那老杨没吃我吗？那咋能啊，老杨怎么会吃人？那天你妈撞见后，就总觉得那老杨不干净。他小时候见过羊吃鸭仔，就觉得当时是老杨进屋想吃你，吵着让我杀羊，我没同意。你妈脾气火，我们为了这个吵了很多次，每次都闹得鸡飞狗跳，感情再好也架不住这样折腾。没几年，你妈跟我大吵一架后就离婚了。那他这么多年为什么都不来看我？他一点都不想我吗？爸爸的脸突然变得有一些悲伤，我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你妈她当然想你，只是离婚没多久，她就出了车祸。我能跟你妈因为羊离婚，你外公他们对我也是气得很，连葬礼都不让我去，跟我彻底断了来往。我的心中泛起一丝悲伤，张了张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坤麻子活着就惦记着小天，还被你赶着掉井里淹死了，那心中可怨气大得很。要是这折腾小天的脏东西真是坤麻子，那他怕是不把小天带去做鬼媳妇不会罢手。村长，那这羊是杀还是不杀？不能杀。如果这羊能困住坤麻子，他死了，只怕那坤麻子又要出来作恶。不好，这羊快不行了，估计已经撑不到，等天亮来车送镇上找龙兽医了。现在已经晚了，这蠢羊3魂走了2魂，大罗金仙来了也就不回了。继续打呀，嘿嘿，等这羊死透了我出来，我要让这村永远不得安宁。众人大惊，一时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只能互相看着干瞪眼。老杨晃晃悠悠的直立朝我走来，诡异的瞳孔中充斥着一种难言的欲望。小天，等会就先从你开始，以后我们夜夜是春宵，没人能打扰我们。老杨又是一口血，身体摇摇晃晃，看上去马上就要不行了。众人都面如死灰。我突然想到什么，呸！冲上前朝着老杨啐了一口唾沫。老杨无力地瘫倒在了地上，大家都有些紧张地看着老杨，却只见老杨睁开眼，露出不可置信的眼神，嘴里发出咩咩的羊叫。如果不是眼神过于恶毒地看着众人，只以为是一只寻常老羊。坤麻子这时还在里头。小天，你刚才干了什么？羊和鬼的事我总感觉耳熟，直到刚才我突然想起学过文言文《宋定伯捉鬼》，里面就有提到鬼自爆怕唾沫。宋定伯捉鬼是《搜神记》里记录的一个民间传闻。南阳有一个叫宋定伯的人，走夜路遇到了鬼，他骗鬼说自己也是鬼，鬼信了。他从鬼那里套出鬼怕活人的唾沫，最后用唾沫把变成羊的鬼制住，让鬼再也没办法变回来。我也只是一试，没想到还真有用。我把宋定伯捉鬼的故事说了一遍，大家只觉得不可思议。随着鸡鸣，老杨的脸色露出一丝恐惧。村长，现在这羊到底是活羊还是死羊？
还能吃吗？坤坤他这算是魂穿羊身，用自己的魂给羊补上了缺的那个魂了吧？姑且算是活羊，但是已经不是原来那头老羊了。爸爸有些失神，脸上都是悲伤和不舍。我拉了他的衣袖，他看向我，脸上多了一丝释然。小天，你一定要永远记得你的杨叔。我用力地点了点头。随着一声刹车声，一个嚼着洋葱的人走了过来，是镇上车队里的人。他一眼相中老杨要买，大家看向他欲言又止。村长上前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不知道是不信鬼神还是贪图便宜。那人二话不说就掏钱买下了困住坤坤鬼魂的老杨。嘿嘿，一口唾沫就想永远困住我，你们很快就会有堂堂的才子爷啊，灵魂之子啊，绝佳。